股票、债券、基金到底有什么区别？哪个才能赚钱？如何选择才是最适合我们的？社长是怎么来看的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投研社，我是社长老韭菜。本频道专注于投资研究分享，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朋友少走弯路，提升回报。感谢大家点赞关注支持我们。股票是上市的股份公司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给各个股东作为持股的凭证，并借以取得股息和红利的一种有价证券。通俗的说一旦购买了某家公司的股票，即可称为该公司的股东了。那股东对该公司拥有部分的所有权，也可凭借股票获得公司的股息和红利，可以分享该公司成长或者交易市场股价波动带来的利润，但同时也需要共同承担公司运作的错误带来的风险。那股票的历史悠久400多年前，荷兰的商人想航海做贸易赚钱，于是发动了很多人众筹资金造船出海做生意。那每个人出了很多钱就登记下来，并发一个凭证，赚钱了就按出资的比例分钱，赔了就按出资的比例承担责任。这就是最开始的股票了。由此可见股票的诞生其实是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解决风险问题。说白了就是大家一起合伙做生意，股票的价值完全只取决于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公司的盈亏状况。但是到了后来股票成了一个可以炒的商品，慢慢的股票的价格更多的取决于它的供求关系。举个例子，比如有些时候船队出海比较顺利，有的人就会觉得航海应该收获不小，所以想收购其他出资人的股票，等到船队回来大赚一笔。买的人越多，股票价格就会越高，到最后可能股票的价格已经高出了船队回来能够分成的收益。但也有些时候海上狂风大作，船队音讯全无，大家就会觉得船队可能回不来了，或者没有收获，恐慌的情绪就会引起大家抛售股票，而导致股票价格的暴跌。到最后船队还是那个船队，但股票的价格却涨涨跌跌，永不停歇了。股票交易的性质会产生这样的变化，源于人类的贪婪。而我们做投资一定要清晰的认知，买某个企业的股票不应该是赌股价的波动，而是应该抱着合股做生意的心态来买。只有这样去选股票，你才会全面慎重地考虑企业的质量、企业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的能力、企业的产品、服务等等等等。那只有这样去买股票，你会发现股票是很有价值的投资，因为股票让你可以实现用很小的一部分钱就可以参与到那些伟大的生意当中。那么说了这么多究竟有哪些股票是能让我们赚到钱的呢？社长总结了几种类型供大家来参考。第一种是资产股，也称资产折让股。我们都知道一个估值的指标 PB 等于股价除以账面的价值。那么所谓资产折让股就是破净的股票，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买到的一股，实际价值是高于1块钱的。那这种股票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了。选择资产折让股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净资产不完全等同于账面上的净资产，还要加上对股票背后资产价值的评估，比如说不动产、长期股权的投资，或者是某种特许经营权等等等等。那在数据分析很发达的当下我们可以轻松的依靠软件去发现这些资产被低估的企业。有2个点可以关注，一个是情绪极度悲观的时候，超跌发生时往往更可能出现破净的情况。另一个是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些小盘股，由于流动性低，往往也容易出现投资机会。第二种，收息股。收息股是指那些业务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增速放缓，但是赚现金流的能力比较强大的公司。由于这种类型的公司商业模式已经非常成熟，赚取到的现金流并没有更好的再投入的需求，故此会将多余的现金派息给股东，或者是进行回购。那这样股票就变成了收息股。收息股的赚钱能力其实是十分强大的。比如我们第一年从道琼斯里找出10只股息率最高的股票买入，1年后再找出10只股息率最高的，卖出已经不在名单里面的，买入新上榜的。那每年都重复这一投资动作就可以获得超过大盘的回报。这就是美国著名的基金经理迈克尔·奥希金斯提出的狗股理论。在投资收息股的时候我们可以关注2个点。第一个是选成熟垄断的行业，第二个是选择主业占比比较高的公司。第3种是暴升股，一般是指股价突然大涨，甚至短时间内涨幅超过了20%以上。那这类股票偏短线，风险高，但一旦捕捉到了，赚的也是最多的。暴升股虽然风险大，但并不是乱来的，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判断某只股票有没有暴升的潜力。
首先呢是基本面要好，比如在熊市期间盈利增长十分强劲，有明显的抗跌力。然后呢要等待股价真正发动升势前的催化事件，比如说一个新的发明，一个新的产品，利好业务发展的政策出台等等等等。那这些要素呢都齐备了之后，我们要选好进场的时机。这里呢我们可以采用 VCP 交易形态来决定何时买入。简单的说呢，一只即将暴升的股票会提供一次或多次进场的机会，我们切记进场时机呢不能太早。比如说股价下跌的期间，成交量却在增长，这意味着进场的时机过早，因为这代表着很多人还在卖出，股价并没有完全跌到底。只有股价下跌期间成交量减少，才是股价即将上升的时机。第四种呢是景气循环股，那这类股票大多偏向于周期股，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涨跌的转换，比较规律。那周期股的核心逻辑呢就在于4个字：踏准节奏。它包含了2层含义，一呢是方向的维度，也就是未来到底是涨还是跌，这个要找准；另外一个呢是时间维度，就是什么时候到周期的拐点，这个也很难找准。那这个节奏该怎么找呢？很简单，景气循环股往往是以企业真实的营业额为基础的，就是产品的数量乘上产品的价格。那我们可以紧盯商品价格来操作这类股票，判断出现景气向上，那么就有买入或持有；那商品价格出现拐点的时候呢，就进行卖出。那景气循环股呢，确定性是比较强的，因为要么是上涨周期，要么是下跌周期，所以一般走势呢相对比较独立。熊市呢也可能会取得不错的收益，牛市呢也可能会产生亏损。然而一旦处于上行周期，涨幅巨大，那么收益是非常可观的。只要把握住一次周期主升浪，就可以获得超预期的收益回报。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债券债券是社会各类经济主体为筹集资金而向债券投资者出具的，承诺按一定利率定期支付利息，并到期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简单的说呢，就是发行主体借债，买债券的人呢把钱借给了发行主体，那双方呢是债权债务的关系。债券的发行主体可以是国家、地方政府，也可以是公司。债券呢有3个基本要素：面值、期限和票息，就是借多少钱，什么时候还，利息多少。那举个例子呢，一张面值100元，期限20年，票息为 3% 的国债，就是国家向你借了100块钱，借了20年，20年之后呢还还这100块钱，这20年期间呢每年付3块钱的利息。投资债券呢，除了可以赚取票息这部分钱以外呢，还能赚差价的钱。怎么理解呢？所谓价差，就是因为银行利率变动引起了债券价格的波动。那利率下降的时候呢，债券的价格就会上升；反之，利率上升的时候呢，债券的价格就会下降。我们举例来说明还是上面这个例子，面值100元，票息 3%， 期限20年的国债。那发行的时候呢，如果银行的利率是 3%， 那这张债券和100块钱存银行带来的收入是一样的，那这张债券呢就值100块钱。如果这个国债发行几年之后，银行的利率下降到了 2%， 那么债券呢就能带来比100块钱银行存款更高的利息收入，那这张债券的价格呢就会超过100块，就可以以高于100块的价格卖出。那这个价差呢就是债券的第2部分收入。投资债券呢最怕的就是违约，也就是说借出去的钱不仅利息赚不到，本金也收不回来了。哪些债券会有违约风险呢？根据发行主体的不同，债券大致可以分为3类：国债、地方债、公司债。那国债呢是国家发行的债券，是以国家的信用为担保的，一般是不会违约的。那地方债呢是以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那违约风险呢也相对比较低。公司债呢是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券，那这种债券的风险性就比较不确定了，因为不同公司的经营状态是不一样的，要结合信用评级来做一个判断。所谓信用评级呢，就是专业的评级机构给公司评估的信用等级。比较权威的评级机构代表标准普尔和穆迪。以标准普尔的评级为例标准普尔公司呢把债券的评级定为了4等12个级，可以在下面看到，从 A 到 D 信用等级逐步的下降。简单的说呢， A 级债券为投资级的债券，基本上没有违约的风险。那 B 级及以下的债券呢为投机型的债券，那违约的风险就比较高了。C 级的债券呢为高收益债，也叫做垃圾债，处于违约的边缘。那 D 级的债券呢还本付息基本是无望的，那离关门倒闭也就一步之遥了。所以我们在投资公司债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到债券评级下降的风险。有些债券可能你买的时候还是 A 级，但是公司经营不善，盈利情况逐渐恶化，偿债能力降低，最后就给我们造成了损失。
基金呢，是指集中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由专业人员进行投资管理和运作的一种投资方式。那按照基金管理方式的不同呢，可以把基金分成被动型基金和主动型基金两种。我们先来看看被动型的基金啊，它又被称之为指数基金，因为它是被动跟踪的某一指数，那以指数的成分股作为投资的标的，也就是说它没有什么高深的操作，投资哪些股票，按照什么比例投资都是基本明确的，这也就是它称之为被动的原因。那指数基金呢，往下细分会分为宽基的指数基金和窄基的指数基金。那宽基指数基金呢，覆盖范围比较广泛，包含了全部的行业。它最大的优势呢是均匀的分配，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强，所以盈利呢相对比较稳健。如果你坚定的看到某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那么买入宽基指数基金是个不错的选择。而窄基指数基金呢，又称为行业指数基金。那顾名思义呢，它集中于某个单一的行业，在特定的周期内，例如某个行业处于爆发增长期，那窄基指数基金收益就会更大，但是风险也相对比较集中。所以啊，窄基指数基金能否让我们赚到钱，取决于该行业的景气程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主动型的基金。那这种基金主动的地方就在于基金经理要自己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发掘好的标的，然后进行买入操作，并且呢，这些标的的比例也要合理的分配。之所以会产生主动型的基金，就是要获取超越业绩基准的超额收益。在主动型的基金里面，基金经理是决策者，他能选择的标的有两种，股票或者债券，于是相应的就产生了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那股票型基金呢，主要投资于股票，那通常啊，投资股票的比例是不低于80%的，那通常呢，具有较高的风险和收益率。那投资股票型基金呢，需要对股票市场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同时呢，需要承担较大的市场波动和风险，这适合长期投资且对市场熟悉的投资者们。而债券型基金呢，主要投资于债券，投资债券的比例啊，不得低于80%，通常具有较为稳定的收益率和较低的风险，适合那些愿意承担较低的风险，追求相对稳定收益的投资者。但也要注意啊，债券型基金的收益还是会受到债券市场利率、信用风险等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环境恶化的时候呢，仍可能是会出现亏损的。此外呢，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也就是股债间的负相关性。通俗的说呢，就是股票型基金涨得好，债券型基金就可能在大跌，反之亦然。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市场的资金是一定的，市场的资金是聪明的。当股市下跌到具有投资价值，自然会有资金悄悄地流入股市。随着股市越涨越高，买债券的资金呢，会抛掉债券，转而购买收益率更高的股票。而当股票上涨到一定程度，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聪明的资金会在股票到达最高点之前撤出，转而购买风险较低的债券。股票、债券、基金该怎么投呢？我们首先要看看股债基的差异。通过上面的内容啊，我们详细了解了股债基分别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在这里呢，我们再做一个差异的横向的对比。首先，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同。一般来说呢，股票和债券所筹集到的资金投向于实业的领域，而基金呢是一种间接的投资，所筹集的资金一般由基金管理人投向于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第二呢，三者反映的经济关系是不同的。基金反映的是信托关系，是一种收益类的凭证，因为投资者把钱交给了基金公司、基金经理，由他们去执行投资的计划和动作，而投资者呢，购买基金的份额就成了基金的受益人。而股票反映的是所有权的关系，是一种所有权凭证，投资者购买股票后呢，就成为了公司的股东。债券呢，反映的是债权债务关系，是一种债权凭证，投资者购买债券后就成为了公司的债权人。第三呢，是这三种收益风险水平不同。基金的投资风险要看选择的基金种类，也就是说它的投资配比，有高风险高收益，也有低风险低收益。此外还会受到基金管理人主观的影响。而股票呢，是高收益高风险相随的，而债券呢，则是低风险同时低收益的一种代表。第四呢，是资金回收的方式不同。债券呢是固定期限的，到期可以还本付息，就是说基本上可以保证拿回本金。而股票和基金呢都是没有保证收益的，本金亏损是有可能的。第五呢，是投资者地位不同。债券的投资者啊是发行债券主体的债权人，俗称债主。遇到破产清算的极端情况下，债务是要优先偿还的。而股票的投资者呢，则是公司的股东，可以参与公司重大
事件的决策，但在破产清算的时候是排在债务之后的。最后基金的投资者呢，因为不属于直接投资，就无所谓投资者的地位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投资者类型的差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啊，虽然同属有价证券，但股票、债券、基金三者的优势呢各有千秋，劣势也不尽相同。所以这三者怎么投，完全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来选择这三种投资产品。那么按照风险的承受能力从低到高排个序，投资者呢会分为5类，分别是保守型的投资者、稳健型的投资者、平衡型的、积极型的和激进型的。那他们的特征呢十分明显，社长给大家来做个介绍，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更像是属于哪一类。第一类呢是保守型的投资者。对于保守型的投资者而言啊，资金的安全性是处于绝对的第一位的，宁愿没有收益，也不愿意让资金出现任何一点风险，可以说是极度的风险厌恶者。保守型的投资者呢，通常是一些年龄比较大、资产比较大的人。那保守型投资者呢，打理资金的主要方式就是定期存款以及国债。第二类呢是稳健型的投资者。相比于保守型的投资者来说呢，稳健型投资者具备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并且在打理钱财的时候呢，期望能够追求稳定的收益，同时还能够将需要承受的风险降至最低。适合稳健型投资者的产品呢，主要包含了低风险、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纯债的基金等等等等。那第三呢是平衡型的投资者。平衡型的投资者能够承担的风险要更高一些，对风险的厌恶呢没那么强烈，对收益的追求呢也足够理性，愿意用一小部分的风险去博取更高的投资收益。适合平衡型投资者的产品主要包括了中低风险、中风险、中高风险的理财产品、债券基金、指数基金等等等等。那积极型的投资者呢？积极型的投资者具有一定的风险偏好，风险承受能力也比较高，在投资的过程中呢，倾向于一些中高风险的产品，那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去博取更高的收益。适合积极型投资者的主要产品包含了中高风险的一些理财产品、指数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基金等等。第五呢是激进型的投资者。激进型的投资者是极端的风险偏好者，只要能够获取一定的收益，愿意承担全部的风险。在投资的过程中呢，往往是更容易看重高风险的投资品种。适合激进型投资者的产品呢，主要包含了高风险的理财产品、股票基金、股票和期货、期权等等等等。那这5类投资者具体该如何分配股票、债券、基金的比例呢？如图可以看到，社长个人认为可以这样配置。当然了，表格里的数字并不是不能改变的。那各位投资者呢，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最后呢，从社长的自身角度来做个总结，看看社长是如何考虑的。首先，我们要把握机会成本。上面的5类投资者没有孰优孰劣，只是投资风险的承受能力有别。但是要看到的是，风险与回报是成正比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呢？回溯历史，就长期的投资而言，收益最高的是股票类型的资产，这是投资市场公认的事实。而对于我们大部分投资者而言呢，尤其是正处于上升期的中青年，在收入稳定、抗风险能力稳定的前提下，风险性的资产配置占比要高一些，这可能是更为合适的一种选择。那有的朋友呢，是典型的保守型投资者，不敢配置股票。社长想说这大可不必。在经济学中有个叫机会成本，指的是呢，当把一定的经济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放弃的另一些产品生产上最大的收益。那应用到我们投资行为上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本可以投资股票获取超高收益的，但你却选择了大量的债券这种超低收益，那这样的损失是巨大的。第二呢，我们要认识均值回归。有的朋友看到这里依然对损失是有心结的，其实完全没必要。从长期来看呢，没有一只股票会涨到天价，也通常不会跌到价值全无。大部分时候啊，股价是围绕着一个中枢在波动的，那这个中枢通常是长期潜在的增长。对经济而言，就是 GDP 的潜在增长率；对企业而言，就是企业的长期潜在的价值增长线。那不管短期的价格如何变化，大盘和个股理论都会有均值回归的一天。那以美国为例，美国历史上股票年化回报率呢是在 10% 左右。一般认为啊，这就是在考虑股票类风险资产长期风险水平的前提下，投资者期望回报率的中枢水平。那任何风险资产呢，都有着与长期平均风险水平对应的长期要求回报率。那如果投资期限足够长，股票这 10% 的回报不是远远高于银行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吗？第三呢，我们要不断的投资自己。社长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只要投资都需要我们持续学习。有人说股市是7亏2平1赚，说的没错，但说的是过去的大部分股民。
在缺乏正确的认知下，以投机的心态，用错误的方式参与股市，从而带来的后果。而我们呢，从被天天收割的新韭菜，到成为稳定盈利的老股民，其实并不需要有多优秀，我们只需要跑赢那些来股市送钱的小白就好了。有一个笑话是怎么讲的？几个人结伴到野外去游玩，结果被熊追，那不见得呢要当逃跑的冠军，而是能跑赢最慢的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真正准备买卖股票之前呢，需要先进行一个系统的学习，以便对将要进入的这个市场有一个深刻的正确的认知，并且形成一套稳定盈利的操作系统，并长期的执行，以此呢来跑赢大部分的股民，持续而稳定的盈利。最后呢，无论是股票、债券还是基金，这些都没有冲突，它们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更可能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构筑起了一个均衡的能够超越牛熊的投资组合。希望朋友们都可以找准自己的定位，找到符合自己收益预期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品种组合，这才是最佳的结果。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见。